但是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。你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下查。好。你怎么回事？组长，李学明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叫了救护车吗？救护车晚到了2分钟，这关键的2分钟，要了李学敏的命。那救护车为什么会迟到呢？跟车的护士说，他们快到的时候听见有人打枪，以为是那边出的事，就往那边去了，结果就耽误了。那护士你审过了吗？没有。可以呀。给奶奶打过电话了吗？打过了，按照你吩咐的跟奶奶说的，说这2天住我朋友家不回家了。放心了。嗯，走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哥，尽量自然一点。啊，哎呦，哎呦。米兰小姐你好。啊，我们文长官有话要问你。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稍等我一下。啊，好。文长官，你是在博雅茶楼什么地方听到的枪声？我在茶楼西边的街上。你当时有没有看到2个年轻男人？他们穿得很体面，长得也不错。没有。当时街上人多吗？挺多的。街上那么多人，你怎么知道我问的是哪2个男人？一口就说没有。车经过的时候，我往车窗外看了一眼，刚好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，没有2个年轻男人。快，担架，担架，担架，快！赶紧送到抢救室。你怎么了？撞挺响啊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兄弟？怎么了？弟，没事吧？弟，大夫，晕倒了！大夫，有人晕倒了！组长，你在想什么？那个护士，你觉得她没有说真话？她给我的感觉很奇怪。她看样子柔柔弱弱的，像只小兔子。可是她眼神太稳了，不像个柔弱的人。现在这个世道，柔弱的人根本就活不下来。再说了，她在医院里上班，见多了从前线下来的伤员，缺胳膊断腿的，肠子被炸出来的，半个脑袋都没了的，见多了自然就稳了。你在伤兵里找个线人，务必让他跟你单线联系。是。哎，大夫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怎么样，大夫？他这是心病，身体没什么问题。身体没什么问题，他都晕倒了，他还在吐。啊，什么病？他最近应该受过很大的刺激，悲伤过度，再加上心理压力过大，导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生理反应，比如头晕、呕吐，甚至会出现幻觉。那怎么治啊？你们要疏导，多开解他，你也要看开点，心里别装那么多事儿。好了，米护士，给他办出院手续。好啊，出院？他还没治好呢，就出院？现在我们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，走廊里都住满了人，你刚才没看到吗？他这种情况没必要住院。大夫，你行行好吧，大夫。
你看呐，他这病还没治好呢，就不能出院呀。你看他都瘦成什么样了，一天3顿饭呢，全都吐出去了。什么样的身体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啊？你看，他现在他又要干呕了。你看呀，大夫，你看呀，大夫，你看呀，大夫，你看。大夫，周医生，要不然就让他再多留院观察2天吧。他现在这个情况也上不了战场啊，万一打仗的时候发病了，那可关系到一条人命啊。至少要确认他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病，这样才能够确保他的生命安全啊。现在201、205还有210的病人正在办出院手续呢，走廊上的伤兵马上就能挪进去了。那好吧，你再观察一段时间，要是他再发病，及时通知我。是，谢谢大夫。云先生，怎么样？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还哪里不舒服吗？还好，就是没什么力气。这样啊，那你多休息，不要多想，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我们医院处理过很多比你情况还严重的病人，只要配合治疗，很快就能出院的。谢谢。今天上午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没关系的，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那我先去工作了，你们有事儿只管叫我就行了。那我先去忙了，再见。哎，等等。你袖口的扣子掉了，这样工作起来是不是很不方便啊？我可以帮你吗？好了，谢谢啊。别客气。那您先去忙吧。那我先去忙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叶英从侧面了解到，韦业明是追到博雅茶楼西边的那条街，把云家2兄弟给追丢的。在这之前，有一辆伤兵医院的救护车从那儿经过，而且有人亲眼看到，这辆救护车接走了2个年轻男人。叶英说会抽空去伤兵医院看一看。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僵局，在抗战大局面前，我们跟军统不能正面冲突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八哥的消息你还要继续跟进，他手上的那份情报很有可能是日本人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。老杨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呢，这日本人策反了屈文志，也就等于知道了蒋介石打算放弃长沙，那这份作战计划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？组织上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拿到这份情报呢？日本人惯用的战术就是正面采取主攻，然后侧翼迂回偷袭，而且往往这种侧翼迂回偷袭都能够把我们的防线打垮。咱们湖南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地形又比较复杂，所以敌人迂回偷袭的路线有2条，要么东，要么是西。我们的兵力有限，不能够处处设防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敌人到底是从西面的岳阳湖方向迂回偷袭，
还是从东面的江西方向迂回偷袭。这是守住长沙的重中之重。太容易相信自己的感觉，未必是一件好事。当初我就是，你还不了解他，不要轻易的对他动心。喂，我找黄警官。哎，小黄，是我，帮我查个人。你可是个大忙人儿，怎么有空来我这儿来？我这不是好久没见你了吗？我都想你了，姐。得了吧，有事你就说，咱俩可是从小玩到大的，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不来这些虚的。那我可就说正事儿了，姐，我有个事儿想找姐夫打听打听。你这事儿着急吗？嗯，你要是着急的话，就等他回来。他一天到晚不着家，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还整天把我捞偏门儿。那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你看谁来了？哟，金太太，姐夫，您下班了？稀客呀。金贵儿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哎，你坐。哎，人家有事找你呢，忙你的吧。你们俩先聊着，我看看孩子睡了没。好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姐夫，我们家白爷有个弟兄叫丁兴，这莫名其妙的就给消失了。您说这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叫人着实有些担心。您路子广，能不能帮我们打听打听？哎，那个有句话呀，你别不高兴啊，就你们白门的人，不经常莫名其妙的失踪吗？嗨，我也不怕给您交个实底儿。这有些人消失了，我们心里面有数。可是这个丁兴，我们着实摸不到头绪啊。真没头绪啊？要不怎么来找您呢？你说要让一个人平白无故的失踪，我们警察局可没这本事啊。您是说是军统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这我们最近也没得罪军统啊。姐夫，您跟军统关系好，您帮我们打听打听呗。这么跟你说，要一个人平白无故的失踪，又一点痕迹留不下，假如，我说假如啊，这事儿真是军统干的，那你想想，你们这兄弟得出多大事儿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打听得起吗？嗨，你还是喝水吧，啊，来。小申，我不知道你要找什么，
但是整个伤病医院我全都搜过了，所有的病房还有所有的帐篷，没有长得像巴克的人。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。没事，小申。哥有判断，而且啊，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。这巴克呀，就是过来放个烟雾弹，根本就没在伤病医院。你也别多想，也别整天疑神疑鬼的啊。对，算了吧，回去吧，哥。好。谁？出什么事了？我已经可以确认，屈文志是从水路走的，坐了逍遥居贩卖老公的船。送他上船的人，还有逍遥居对这件事情的知情情况，我现在还在查。不过今天下午牛二红的死，却让我离那个内奸更近了一点。牛二红不是死得干干净净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吗？我找到了那个内奸向外传递消息的方式。我问过上午在卫生间抽过烟的人，去过几次，抽过几支，互相都有人证，可以对得上。出现在卫生间的烟头应该是33个，可牛二红的垃圾车里只有32个，少了一个烟头。一个金黄牌相应的烟头。你是说，内奸是把情报掐在了烟头上，然后传给了牛二红？可是，他不知道具体的内容和细节，怎么向外传递情报？他只需要让他的同伙盯住负责行动的人就可以了。我有一种预感，这个内奸会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人。你有具体的目标吗？上午在会议室开会的所有人，抽烟的习惯我都知道。通过那个消失的烟头，我把目标缩小到了3个人。李良，他果然有问题。果然？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屈文志死的那天晚上，我上到顶楼的时候，屈文志的保镖已经堵在了电梯间，好像事先得到了消息。你一个人上去的？对，我让李良在外面接应。大伯爷。他停车的斜对面，是一个公用电话亭。还有，我回到旅店之后，他单独出去过，并且跟人动过手。据他说，他是出去找女人了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醉汉，言语不合打了起来。他胳膊上的伤口，明显是被一种薄而锋利的特制刀片划伤的。普通的醉汉可没有那样的刀具。看来这个李良是要好好查一查了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暂时不需要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会和你说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都说坏了还留着，这东西对你很重要。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。我离开家乡的时候，只带走了这个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云大少爷让我找一个人，特征跟您让我找的一样。那怎么做？你应该知道了吧？人找到了，先向您汇报。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长处就是识时务。您夸奖。八哥，男，45到50岁之间，对外身份是日侨，名字叫三浦彦和，号称是上海最神秘的情报贩子。昨天上午8点5分左右，站长接到了八哥的来电，他提出上午10点半在博雅茶楼进行交易。昨天10点25分，这2个人出现在了博雅茶楼，并且疑似和八哥有过接触。之后八哥就消失了。云鸿深，男，25岁，本是著名慈善家、教育家湘江女中创办人云时彦的孙子。云鸿奇，男，29岁，云时彦的长孙。这个人干掉了我们留在车里的同事，并且堵在了车里，在我们押着云鸿深和云鸿奇往回返的时候，开枪袭击了我们。行动1组的同事李学敏因此牺牲，2位同事重伤。云鸿深和云鸿奇趁机逃跑。昨天事发之后，八哥彻底消失，他乘坐的那辆黄包车的车夫也已遇害，八哥杀人灭口的嫌疑很大。汇报完毕。关于八哥的情况，还有没有要补充的？那我就指派任务了。朱副站长，把你的人全都给我撒出去，尽快的给我找到这4个人。黄副处长，去告诉龚处长，把这4个人的履历还有他的社会关系网尽快的给我找到。是。徐处长，密切监听敌台、友台甚至商台，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线索。是。行动。是。过去吧。哎，你走。好，走吧。这几天入住的人都登记了吗？啊，是。风的，让出门。跟我出去一趟。大少爷，二少爷，小刀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哥，你往家里打电话了？过不了多久，军统的人就会找到这里，咱们赶紧撤。你每天跟念经似的，在我面前说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呀，是打电话给小黄，再让小黄去查米兰，查清楚之后再去周铺找的小刀，小刀才来找的我。这军统的人就算是监听，他能监听警察局的电话吗？这就好。你让人去查了米兰，你不是怀疑他吗？查清楚了也好，省得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。说吧。米兰今年26岁，读完女高之后上了护士专科学校，毕业之后呢，先是去了仁爱医院，去年汶西大火，仁爱医院不就被烧了吗？就调到这儿来了。听说呀，他父亲常年在上海经商，基本就这些。这些都是不怕公开的信息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。有时候越有问题的人，公开身份反而越无懈可击。反正你是认定米兰有问题了，对吗？我没这么说。那你什么意思？这不是调查的很清楚？我只是不相信巧合。哥，他每次出现在我们身边，都太巧了。大少爷，二少爷是一片好心，你想啊，想当咱们云家大少奶奶的人那多了去了，有一点防范之心，这不是坏事儿。
行，你赶紧回去，照顾好奶奶，啊。有什么事的话，我让小黄再去找你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小刀，这几天要是没有什么急事，尽量不要出门。还有，你打电话的时候也要注意了，不要和别人乱说话。你和小黄联系的时候，要注意分寸。他和大少爷有私交，这恐怕也不是什么秘密。我就怕有人盯着他们的时候注意到你，这就麻烦了。知道了，少爷，我都记住了。小心点。走了啊。哎，等等。现在那波人是不是跑到咱们家门口去监视了？可不是嘛，都烦死人了。哥，你不要胡来。你别管，这事儿我是越想越气。要再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以为咱们云家没人，咱们好欺负。您说怎么办？记住了。回去。你好，我问一下534团的李国栋营长在哪个病房？我帮你查一下。哎，谢谢。你说你看见那辆救护车了？啊，您别说，那2个小伙子长得都挺精神的呢。你确定？啊，在2楼左手边第1个房间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那边。轻点。小心点。来。轻点，轻点啊！谢谢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把你的眼镜片弄碎了，我再赔你一副新的吧。轻点啊！米兰，怎么了？我们躲在这里，差点连累了你，心里很过意不去。你摔坏的那副眼镜，我们帮你去赔，就当是我们的一份心意。不用了。你要是不肯答应的话，我们心里会很不安的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米兰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帮我留意一下画像上的3个人，如果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这个是我的电话。我弟弟现在有心病，他这个人啊，最不想去欠人的人情了。你要是不让他还的话，他心里会难受的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。啊，对了，米兰小姐，那医生要是问起来，要是医生问起来，我就说你们2个在附近散步，不过你们要等医生查完房再去啊。自然。你们2个不会是想偷偷溜出去玩吧？真不是，只是单纯的想去配个眼镜。不过我们只是想秘密的行动。那好吧，你们一定要记得按时回来，不然我就要被医生骂了。放心。小心点儿，那我去忙了。喂，萍姐，我看见那个人了，就在上滨医院。好。你就单凭一副眼镜，你就能断定8哥在哪儿？你怎么做到的？
看八哥的样子，他应该近视的度数不小。如果他摘掉眼镜的话，他就无法正常生活。所以，他必须去找一副眼镜。哥，我有90%的把握，我必须要去确认一下。好，先别急。我已经找过许年了，他答应我今天上午11点钟给我打电话。万一他找到八哥了呢？他怎么又来了？他这次肯定是来者不善。走。这边，我们那边。哎，怎么没人呢？一定是发现我们跑了。医院已经被封锁了，他跑不了。搜。要是有双翅膀就好了。证件。啊，走吧。干什么？组长，咱们这么近距搜查不太好吧？他们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哥，跳下去，快点！这要是跳下去，还不如被抓呢。别着急嘛，来不及了。搜。走，去追那辆车。刚刚出去的那辆卡车是干什么的？哦，那是专门往江洗店送脏床单的车。要不我们去江洗店查一查？查什么查？他们肯定一出医院就下车跑了。往哪个方向走的？往西边走了。撤，准备一个小组。小山，找人这事儿交给我。在长沙什么样的人我找不到，你听我的安排，别再瞎胡闹了，行吗？太危险了，又是枪又是逃跑的。行，你说的，这个八哥是又狡猾又警惕的人。如果他不出门，不去配眼镜，你怎么找他？哥，他不会选择那些高档的眼镜店，门面小，地方偏是他的优先选择，最好还能送货上门。这家眼镜店附近的人员构成应该会相对比较复杂。行，你分析的都对。那长沙这么多家眼镜店，一家一家的找，
你要找到什么时候？那你就能确保许年一定能找到八哥吗？他又不是神仙，也不是千里眼，从你找他帮忙到现在，连24小时都没有。而且他要找的那个人是个非常聪明能藏的人，我就不信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找到那个人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那咱们在这里干等着。行，你别再说了。说白了，你就是不相信人。小申，你就不能一天到晚的不要老是疑神疑鬼的？好，你就算是不相信许年，你还相信不了我吗？在这件事情上，我谁都不相信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混账！我警告你，小申，你不要再凭着自己有几分聪明，再一意孤行下去了。爸已经被你害死了。哥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你待会儿打电话去找许年，我去眼镜店再找找。1个小时之后会把电话打到坡子街的公用电话亭。如果许年找到了八哥的话，你在那里等我，我们在那里会合。小。好，停。谢强，不客气。嘿，老板，配眼镜啊？老板，你这里能送货上门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小店人少，老板家伙计就我一个，没法送货上门。谢强。你嘴怎么那么欠？他心里已经那么难受，你还说他？他都是大人了，你还把他当小孩儿？你嘴怎么那么欠呢？啊，还长沙小孟尝，你啥也不是，臭哥哥。喂，许年，是我袁弘奇。那个人是个行家，很警觉。目前我只查到他曾在湘江旅馆住过，第2天就退房走了。目前住在哪儿还不清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小申吗？哎，我是哥哥。哎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我记得水道巷有几个眼镜店，我们在那里集合。组长，回站里吗？去云家。是。小申，你来久了吧？等半天了吧？我一挂了电话就马上往这儿赶了，还是比你来的晚。哥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商量着来。也是我太心急了，是我不对。那行吧，这个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啊。你哥宽宽大量，不和你一般计较。再说，你哥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以后凡事都商量着来。好，走。谁呀？送眼镜的。老板，您的眼镜做好了。啊，谢谢啊。
云家两兄弟确实藏在伤兵医院，可是军统好像听到了风声，去伤兵医院抓人，在叶英的掩护下，这两兄弟逃走了。小吴啊，你待会儿去长沙郊外几座有名的寺庙上个香。洪深他没能把木质的遗体带回来，他带回来的十有八九是骨灰。你去看一看，哪家寺庙这几天寄存过无名的骨灰？军统今天搞了这么一出，洪深跟洪七一定是躲起来，不会再出现了。不过，明天是木之的头七，他们一定会去祭拜的。好，备车，我去云家一趟。是。好了，景宇，忙你的去吧。老太太，我没事的，去吧啊。袁老夫人，您知不知道于洪深去哪儿了？姑娘，我知道你是谁，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问我这么一个老太太，我能知道什么呀？您别误会，我非常敬重您和云老的为人，可是我的职责所在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没事的，去吧啊。袁老夫人，您知不知道于洪深去哪儿了？姑娘，我知道你是谁，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问我这么一个老太太，我能知道什么呀？您别误会，我非常敬重您和云老的为人，可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这些表面上的话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你的职责是对怀疑的人和事去进行调查，不是坐在这里跟我这个老太太打官腔的。好了，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找我，我要去花园捡花去了，失陪了。老板，最近有没有一个大概这么高、有些胖、留着胡子的人要求送货上门的？没有。你再好好想想。真没有。谢谢啊。两位先生慢走啊。你们干什么的？这是经济部杨部长的车。不好意思，杨部长，我们是军统行动处的，正在执行公务。好了，走吧。这是符合你要求当中的眼镜店最后一家。来啦，两位老板，看看哪一款？老板，你这能送货上门吗？能是能，不过你得加钱。没问题。那好，那你说一下地址吧。伤兵医院。是他的字，这个人就是八哥。谁？先生，我是店里老板，有人打电话找您。电话？哎，对，您的电话。喂。哎呦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。什么？我今天就能见到我女儿？
好，好，好。那咖啡馆我知道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黄包车，美好时光咖啡馆。哥，你说鬼彻是怎么找到八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看来确实是有两把刷子。走。杨部长，哦，柯站长，您坐，您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出了一点事情，您怎么没去我办公室？柯站长，我只有10分钟时间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您说，云家到底犯了什么事情？事关机密，恕我不能如实相告。但是请您放心，我不会冤枉云鸿深的。木之才刚刚过世，你们就去找云家的麻烦，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啊？而且你们还派人去监视云家，你们有没有体恤过云伯母的心情呢？云先生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我深表遗憾。但是云鸿深的事情事关重大，如果云老伯母想见孙儿的话，也得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才能见到。我早就听说柯站长是一个不徇私情的人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不过司令长官在长沙的许多政策都需要云家的旧故来配合，如果柯站长太过强硬的话，我的工作很不好做。到时候司令长官追究下来，柯站长，你该怎么向他交代呢？看来柯站长已经想好了怎么向司令长官交代了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，柯站长，不管他云鸿深牵扯进什么案子，都跟云伯母无关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去打扰云伯母，否则这件事情传了出去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请杨部长放心，我们军统绝对不会打扰云伯母的。多谢，告辞了。我送送您。站长，云鸿深这件事要不要向局座汇报一下？杨子明都找上门来了，而且还拿司令长官压你。司令长官本来就对这件事不满，我怕您会遭到什么麻烦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还怕他这个？八哥和云鸿深有什么消息没有？还没有，正在找。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云大少爷那个跟班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突然过去找我们的茬，非说我们是过去踩点的贼，没等我们把工作证拿出来，他就动手了。那小子下手又快又黑，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呢，他就把我们撂地上了。他打的地方全都是不致命又让人难受的地方，太折磨人了。后来其他同事把工作证拿出来，那小子立马道歉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被收拾成这样还有脸说呢。成，先回去休息吧，把伤养好了再回来。谢谢副站长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谢谢。
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好了，停！哎，谢谢老板。欢迎光临，二位里边请，这边。请问喝点什么？2杯咖啡。好的，您稍等。2杯咖啡，我肚子疼，去趟厕所。1楼厕所坏了，去2楼吧。好。东西我没有带，不见到我女儿，我是不会把东西给你的。你好像没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没有谈的必要了。你不想救你女儿了吗？先生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小飞，小飞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死人了！快报警啊！小飞死了！1号包间的客人也死了。哥，你留在这里，我去上面看一下。你小心点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样呢？有雪茄的味道，凶手抽的是冰制雪茄。这大白天的就杀人，这也太吓人了。
前几天我去庙里烧香，老和尚说我最近有血光之灾，我还不信，看来是真的。哎，你得再去找一下那老和尚，让他帮你化解化解。对，是得再去一趟。唉，我怎么就碰上这种倒霉事儿了？小飞也真是可怜，他还没有谈过女朋友呢。他还没有谈过女朋友，那真是太倒霉了。哎，要我说呀，这房间里的客人一定是有什么矛盾闹起来了，杀了人被小飞看见了，这样他们才杀人灭口的。可是1号包间只有一个客人呢，而且他上去之后再也没有别的客人上过2楼了。一个客人，那会不会是别的客人杀的呀？那也不太可能，2号包间里的都是女客人，他们都是我们这儿熟客了，不可能杀人啊。其他包间里的都是空的，没人。小申，刚刚那个服务员都跟我说了，楼上一共2个包间，1号包间里面只有1个人，2号包间里面全是女的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！哎，那不云家大少爷吗？快给军统陈长官打电话。人都没影了，兴许是看错了呢。看错了，咱也不能知情不报。你不知道军统正在找他们，咱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走。我派去的人出了门向左追，一直追了2条街，没发现云鸿深和云鸿奇的踪迹。八哥有线索了吗？还没有，正在找。难道就没有一个好消息？对，是我。什么？你发现了云家的2个少爷？哼，这刚找到八哥，八哥就死了。白费这么大劲了，真是倒霉。哎，八哥死了，可情报呢？他不会一直拿在手里。寿星旅社，走。先生，您住店？老板，我们是302房间米先生的朋友，他不在这住了，让我们来帮他拿东西。这件。这翻的是真彻底呀！那个情报不会是被刚才那个人带走了吧？哥，再找找，也许没拿走呢。那边看看。真是见鬼了，每次都比别人晚一步。这还翻什么呀？啊，该出现的都出现了，不该出现的也都在这摆着了。情报肯定是被刚才那人带走了。这是什么？赠我亲爱的爸爸，谁呀？米兰。米兰是八哥的女儿，所以米兰他爸去伤兵医院就是为了看她。
又不敢进去，待了一会儿又走了。看来就是这样。这就对了，这就跟小黄的情况核对上了。哎呀，这个米兰也真是可怜啊！文熙大火的时候失去了其他的亲人，现在自己的亲生父亲又不在了，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扛得住这种打击呀。小山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哎，你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？对我来说，同情心就是个奢侈品，我要不起。小申，你变了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你以前就算是一只小猫小狗生病了，你都会全力的去救它们，现在呢？啊？一个几次三番帮助我们的小姑娘，你却千方百计的怀疑她，合适吗？你真的变了。是，我是变了。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变。我恨自己以前为什么那么狂妄自大，是我害死了爸。如果你是我，你还敢轻易相信别人吗？没事儿，我们再找找啊，说不定在某个犄角旮旯就藏着八哥的秘密，那个秘密啊就没有被那个人带走。没有，这上面没有。哎，这里有盒糖哎，说不定八哥的情报就在这盒糖里面。应该不会，像八哥这样的行家，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。而且唐河的目标也太大了，如果把它带在身上的话也不方便，所以情报肯定不会在这个盒子里面。我倒不这么觉得。哎，你想啊，如果按你说的，它应该放在明面上才是啊，它为什么放到这个里面呢？这不多此一举吗？哥，看一下试试嘛。我们可以拿这个东西去试探一下米兰。哎，不合适，别再试探他了，这是他爸留给他的。给我看一下。哎，别，看一下。哎，掉了吧？啊，让一下。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？哎，就是你说的那个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走。是。小山，哎，这些个东西还是要给米兰的，毕竟是他爸留给他唯一的遗物。你想什么时候交给他呢？没想好，我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哥，我们现在还得继续东躲西藏，带着这么个大箱子既不安全也不方便，不如我们把它交给小刀怎么样？好啊，那我们走。虽然你打跑了一波特务，但是肯定会有一波新的特务补上。这个箱子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，回到家就把它放在后备箱里面。记住了，大少爷、二少爷，还有其他的吩咐吗？你辛苦了，赶快回去吧。好，我走了。哥，我去看看那眼睛修好了没有。嗯。米兰是不是很喜欢吃糖果？要不然八哥也不会特意从上海给他带糖果回来。哎，谢谢啊，慢走啊。
这是给米兰买的吧？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什么？你既然糖果都给人家买了，还不给人家送过去，顺便把眼镜交给人家。好，哎，不行，现在军统的人应该就在伤兵医院埋伏着呢，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文彦明虽然没有看见咱们上了那辆车，可他应该也会猜到。按照大部分人的逻辑，走都走了，哪还有再回去的？所以他肯定不会猜到我们再回去的。那里肯定没有埋伏。走。怎么是你啊？你们怎么还敢回来？军统的人正在抓你们。那也要跟你道个别呀，正好有个东西要给你看看。什么东西啊？跟我来。米兰小姐，眼镜给你配好了。谢谢啊。米兰，你先坐。坐。哎。你很贴心，也很善良。你的爸爸应该也很爱你吧？嗯，爸爸虽然不常在我身边，可是他对我真的很好。我从小到大，他都没有打过我，也很少凶我。爸爸就时常跟妈妈说，女孩子嘛，就是要娇娇惯惯的养着，这样长大了才能有人疼啊。他不常在你身边？嗯，我爸爸是做生意的嘛，所以他经常在外地。这2年开战之后，就更加难见面了。现在开战了，书信也接得少了，我都已经很久没有接到爸爸给我写的信了。你爸叫什么名字？他做什么营生？我可以帮你找找他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我爸爸叫米新卫，今年48岁，在上海做百货生意的。好，我记下了。等我找到了爸爸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，他会保护我的。哎，米兰，你看，现在上海已经沦陷了，如果你的爸爸遇到了什么不会的，我爸爸那么好的人，他一定会吉人天相的。不对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我刚刚是瞎说的。可是好人未必就有好运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你为什么要诅咒我爸爸呢？米兰，他也是瞎说的，你别跟他计较。他这个人说话就这样，不好听，但是没有坏心眼儿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米兰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给你买的糖，感谢你这2天对我们的照顾。冠生园的糖果。嗯。爸爸知道我喜欢吃糖，他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带上1盒。这糖你们在哪儿买的？一个卖糖果的铺子里买的。长沙的铺子能买到冠生园的糖果，那说明交通没有中断，爸爸随时可能会回来的。太好了，这仗虽然开打了，可是老百姓总要过日子，过日子免不了去百货铺子里买东西。爸爸做百货生意的，这生意还能做，这样想来，爸爸应该过得不差。谢谢你啊。倒是你们2个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家估计不能回了吧？这医院也不安全，你们打算去哪儿？没关系，天大地大，总会有我们2个人的容身之地的，你不用担心。要不你们去我家住吧？不行，你一个姑娘，我们2个男人，
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就当做是谢谢你们送我糖果的回礼了。不过事先说好啊，你们只能睡客厅，不许进卧室。怎么样，哪位大少爷，想好了没有啊？那就麻烦了，麻烦了。请进吧。寒舍简陋，比不上你们云公馆，两位将就一下吧。没有，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容身之所，已经是很好了。打扰了。请坐吧。好。你一直在这里住吗？没有，我之前一直住在长安巷来着。去年一把大火，家里房子烧光了，家里人也遭了难，我就搬到这儿来了。米兰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想起你的伤心事了。没关系的。吃个糖吧。谢谢啊。谢谢。爸爸以前常常跟我说，心里苦的时候，就吃一颗糖，也就不苦了。尝尝看吧。好。好多了。二位随意坐，我进去帮你们拿2床被子。需要帮忙吗？好啊。他进卧室了。哦。怎么一张照片都没有？家人的照片都烧没了，怎么自己也不照？杨先生，您总算是来了，老太太一直盼着您呢，快里边请。米兰，我来吧，我力气大。谢谢。这2床被子好久没用了，棉花有点结块。我拿到情报了，可是我永远都没有机会跟您并肩战斗了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世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。无论眼前的世界如何繁华耀眼，但是别忘记，眼前这片土地，这是我们的故土。谍报工作是紧张的、刺激的，甚至带着血色的浪漫，但是浪漫的背后是谎言、阴谋、杀戮和背叛。做事情要谨慎、小心，而不是莽撞。我知道你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可是牺牲不是最难的，
最难的是要眼睁睁看着你的战友在自己的面前牺牲。这些话我从来没跟你说过，其实我都看在眼里边。你的努力，你的决心，我都清楚。我今天跟你说这些，我是需要你活着。通过这封电报，杨子明意识到下一步长沙工作的关键人物就是昆雾。这个人蛰伏长沙数年，一直保持静默。这次启用一定会有大阴谋。老杨，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，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就在长沙的军统。屈文志叛逃，袁洪生被追杀，八哥的遇害，一定都是这个人一手策划的。甚至包括袁牧之同志的牺牲，都有极大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推波助澜，这个人必须除掉。我很理解你的心情，你把袁洪生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，不希望他身陷危局。可是他已经陷进来了，他甚至走得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远。在我们与这个人博弈的过程当中，必须有一个人冲锋在前。袁洪生，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的了。我再想一想。老太太，您怎么不开灯呀？我帮您去开吧。不用，我今天花绣多了，眼睛有点痛，开了灯会更不舒服。我就说让您休息一会儿，您不听。景宇啊，你自己下去吃饭吧，我一点都不饿，一会儿我就早点休息了啊。那好吧，您要是饿了再叫我。好。今天晚上星星真漂亮。以前我和小申经常爬到屋顶上去看星星。那个时候的长沙，没有战争，没有硝烟，天上的星星也比现在的更清晰，更加明亮。我们时常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然后就着凉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叫他一起出来啊？我刚才看他心情特别不好，晚上饭都没有吃几口。他现在的事儿还需要他自己去解决，别人帮不了，家人也一样。那你也别留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呀，孤零零的，容易胡思乱想。算了，还是让他一个人好好休息休息吧。最近他心情不好，很难受，但是对外人还得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我看着都心疼，都替他累。
刘星。你在许什么愿啊？我希望能和他换一换，我去替他守着。没想到，你还是个好哥哥。羡慕了？有点儿。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哥哥，可是我家里是个弟弟，我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哥哥保护我。特别是我因为弟弟被爸爸妈妈骂的时候，可是现在，我倒想因为弟弟再被挨骂，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爸，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。有人抢在我前面找到了八哥，把他给杀了。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昆吾。我不想被他牵着鼻子走，我要主动出击，让他们露出破绽。我该怎么做？要做一个完美的特工，就不仅仅是一个任务的执行者。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布局者，要达到目的，所有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都要掌控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你的敌人、你的战友都会在你的棋局之中。对，我要布局，我要让所有人都走入我的棋局里。这是密钥，应该还有个密码本。我让川岛又去了那个小旅馆一趟，八哥的东西全都不见了。旅馆的老板说，拿走东西的是2个年轻人。